我回来了。晨晨回来啦。妈妈，故事的结局到底是什么？好，妈妈现在就跟你讲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白雪公主呢，就老婆怎么没把手链放庄园呢？竟然还带回来了！小陈可千万不能看见啊！爸爸妈妈，那个手镯是你新买的吗？好漂亮啊！还是老馅儿的，你妈捡的。我还以为是爸爸赚钱了，买给妈妈礼物呢。总算糊弄过去了。可是儿子，这本来就是你爹送给老婆的礼物，5000万呢，专门定制的。这家确实穷啊，就这家，签合同。部长，有事啊？我良啊，你家的玉导来了。这位可是变形记的李导，李导啊是专门来咱们村挑选变形记的小嘉宾。哎，你家很穷，我就推荐你家了。好事是好事，我家真不用，他俩不去，换家吧。说什么傻话呢？这节目可是有赞助的，赚点外快有啥不好啊？爷爷说，只要我和妹妹参加这个节目，就有啥奖励啊？真参加的话，送你家一辆电动车。电动车！导演，为了让我爸爸骑上电动车，我和妹妹参加。哎，儿子，哎呀，参加那个干什么呀？不去辆电动车嘛，妈给你买的，咱不去了啊。花，一辆电动车1000多块钱呢，你花那个钱干嘛呀？白送的，咱们能不要吗？哎呀，这不是钱的事儿，我跟你说。儿子，你妈这啥意思呢？怕你离开，想你。装穷这么多年，就是为了让晨晨和笑笑懂得钱来之不易。既然他们早就明白这道理，那就去。行，我们参加。老公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我说了算。那签合同吧。晨晨，你带笑笑进去治红手，去。哎，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狠心啊？是以前狠，现在还狠。老婆，你先别生气，我有我安排。结果呀，明天呢，我儿子和女儿去云城的贺知才家，你给我照看好他啊。于晨和笑笑照片已经发过去，就这样。哥哥，贺叔叔家的别墅比村长家的还要大。妹妹，等我们长大以后，也给爸爸妈妈买这么大别墅。好，听哥哥的。晨晨和笑笑来啦！哎呀，阿姨刚才呀在给你们准备新衣服，没有出来迎接，你们不会怪阿姨吧？谢谢阿姨。谢什么呀？来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来看阿姨给你准备的衣服，我觉得你穿上啊肯定好看，快去试试。阿姨，我和笑笑身上有点脏，这衣服等我和笑笑洗完澡再穿吧。行，怎么都行。菲菲，快带弟弟妹妹上去洗澡。走啊！你们两个快点洗啊，洗完拍下一个画面。就这儿洗吧。各部门准备了啊，直播开始了。哎呀，晨晨、笑笑，这身衣服可真好看！来，快坐。吃个虾。吃啊！怎么不吃啊？周阿姨，我跟笑笑对海鲜过敏，不能吃啊。都怪阿姨，阿姨不知道。那我现在就把这个菜给撤了啊！你们先吃点青菜啊。哥哥，我们还吃一口吧，不然周阿姨会伤心的。你的过敏比我严重，不能吃。我可以吃。齐总，着什么急？有话慢慢说。于晨少爷在节目上不小心吃了海鲜，过敏了。什么？快备车去喝去！哎呀，晨晨，这手这怎么过敏的这么厉害呀？你是不是偷偷吃海鲜了？周阿姨，哥哥是不想让您伤心，所以才吃了一口的。想要胜出，要首富看到自己的成果。这次过敏是个好机会。过来。哎，贺叔叔，你不能带我妹妹走。晨晨，我们呀，只是想好好的劝劝笑笑，让她知道小孩子呀是不能撒谎的。笑笑，这海鲜是不是于晨偷吃的？周阿姨，哥哥是不忍心你辛苦准备的饭，我们一口都不吃，怕你伤心。你要相信我。
胡说八道！小小年纪就能这么说话？我没有撒谎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首富大人可是喜欢诚实的孩子，你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，非要让我动手啊？阿姨，你要做什么？阿姨呀，只是想让你坐在那个椅子上休息一会儿。玉轩少爷，叔叔，您是？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齐国伟。知道你吃海鲜过敏，给你送药来了。这是给你的药，记得一天要涂3次啊。对了，这是叔叔给你的礼物，快看看喜不喜欢？来，哇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不值钱的，这就是叔叔给你的见面礼。哎，叔叔给你带上吧。玉晨少爷，给笑笑小姐准备的礼物，我忘在车上了，我现在去取，一会儿就给送过来，好吧？好。老公，这于笑笑的嘴还真硬啊，连偷吃这点小事都不愿意承认，本来不想对她动手。老婆，你这就是太心善了。不过首富大人最喜欢诚实的孩子，我们让他变得诚实，也是为了让首富大人喜欢他。这件事没错。阿姨，笑笑呢？笑笑说她有点累，先睡了。那你去看她。等等，于晨，你这块手表看着不凡啊，这是在哪儿弄的？这个是齐叔叔送给我的。这块手表价值至少800万，你不过就是农村的孩子，怎么会认识这么富贵的叔叔？你是骗阿姨的吧800万的手表，何太太，这于晨肯定是骗你的，你不要信他的鬼话呀！这个表真的是齐叔叔送给我的。这可是百达翡丽100年纪念款，它怎么着也不应该出现在你的手上。说实话，哪儿来的？这个表是齐国伟叔叔送给我的。齐国伟？你说的齐先生是齐国伟？老公，他怎么可能会认识齐先生啊？他可是我们云城商会的会长，这孩子不过就是农村出来的小崽子而已。说吧，这手表是不是你偷的？这表真的不是我偷的，你相信我。这手表就戴在你的手上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给我听好了，今天我看在你是初犯，我就不把你送进监狱。但是错了就是错了，你必须在镜头面前给我认错。这表真是齐国伟叔叔送给我的，我没撒谎。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还在说假话。首富大人最讨厌的就是小偷小摸的孩子。今天要是再不认错，今天就抽死你！哎，老公，他还是个孩子。何先生，既然孩子信誓旦旦，就让他妹妹出来证明一下。我说李导，你怎么能相信一个满嘴胡说八道的小鬼呢？啊，行啊，如果他真的能证明你的清白，那我就和你周阿姨一起给你道歉。笑笑，出来！我要听话，我要听话。于是，你快让哥哥证明，我从来没有偷过东西。是，于晨就是偷手表的小偷。笑笑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你到底怎么了？笑笑，于晨，你放开！笑笑不过就是大义灭亲，揭穿了你的谎话，你休想在这儿装可怜，让他改口。笑笑，你不能污蔑哥哥，怎么能相信我呀？哥哥真的没有杀我。你觉得说谎可以保护自己，殊不知这是条错误的道路。首富大人要是知道选了你这么一个废物参赛，让他丢脸，直接就让你们家灰飞烟灭了。我没有说谎，你们都相信我啊！夫人，这孩子现在只不过是误入歧途了，我有办法让他迷途知返。你是说？也不知道笑笑小姐喜不喜欢这件礼物。你们在做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你们在做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齐先生，您来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齐先生，你也是为了手表来的吧？不瞒你说，是这个小崽子偷了您的手表，我们正在惩罚他呢。你们叫他小崽子？哎呀，齐先生，像这样的小兔崽子，他就根本不配有名字。齐先生，您的手表。
不长眼的东西！谁说这是于晨偷的手表？这分明是我自己亲自送给他的。于晨少爷，你怎么伤得这么重啊？都怪我，一开始就应该告诉他们，这手表是我送给你的。齐先生，您说手表是您送给他的，他怎么可能认识您呢？他怎么就不能认识我？你们就凭这些，就轻易的断定这手表是于晨偷的，还把他打得这么重。来人，刚才这一家颠倒黑白、胆大包天的人是怎么对待于晨少爷的？现在加倍的给我奉还！齐先生，我是冤枉的呀，我们也是被蒙蔽的。笑笑小姐可以证明的。于笑笑，你赶紧说话呀，赶紧证明我们的清白。是我说哥哥偷的手表，是我误会哥哥了。齐先生，你看，这下真相大白了吧？你就饶了我们吧。你岂不是故意的，就想让我饶了你们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于少爷，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不分是非，让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是啊，于晨，朱阿姨也一直对你很好的，是不是？还给你买衣服，给你做大餐，你就饶了我吧。笑笑一直冤枉我，绝对不正常，还是先安抚好他们，留在这儿调查真相。徐叔叔，我叔叔才会说了这么多，您这次就饶他们吧。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善良？哎，算了，这次我看在你的面子上，就饶了他们。谢谢先生，先别急着道谢。我告诉你们，接下来的几天，你们要是养不好于晨身上的伤，我要你们好看。齐先生，您放心，我这就联系家里的医生给于晨看病。是啊，齐先生，我们一定会照顾好晨晨的，我丝毫不敢有怠慢了。这才像话。听好了，好好的对待这两个孩子，后天的富贵在后面等着你们呢。好。齐国伟，怎么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？难道晨晨和笑笑出事了？不是的，首府大人，于晨少爷和笑笑小姐一切都好，我已经去贺家确认过了。好，那就好，继续帮我照看好他们，不能有丝毫纰漏啊。是。没想到这贺家呀，知道咱们是穷光蛋的情况下，还会对晨晨和笑笑这么好。那还不是咱们儿子勤快，女儿听话，让他们一家人喜欢呀。对。哎，老板，既然人家贺家对咱们这么好，咱们是不是得掏掏包里？要不就把那1亿奖金给他们不就行了？对呀，这主意好，我马上安排。晨晨啊，之前的事情呢，是阿姨太抱歉了，你吃点水果消消气。阿姨，我不气，我心情有点不舒服，我先上楼休息了。你个小兔崽子，还真会狗仗人势！我现在是拿捏不了你，等我什么时候找到靠山强过你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夏夏，你去给我看好于晨，他要是敢整出什么幺蛾子，直接告诉我。节目组的电话，他们这个时候打电话干什么？贺之才吗？节目组的大奖归属确定了，你获得了1个亿。真的，我真的获得了1个亿啊！这还能有奖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老公，这得到了首富大人的青睐，以后云城看谁还敢把我们踩在脚下。那个齐国伟不就是资产比我们多了那么一丢丢，就敢那么猖狂？这下好了，他以后啊，再也不能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了。是啊，我们得好好感谢一下首富大人。那个节目组啊，我们想当面感谢一下首富大人。您看今天晚上能不能安排个饭局啊？饭局？首富大人日理万机，你什么身份还想跟他吃饭？首富大人今天根本不可能来云城和你吃上一顿。先生的事不能拖，一定要赶紧告诉爸爸妈妈。儿子，怎么想起来给爸爸打电话了？爸爸，
你赶紧来趟贺家，他们不知道对笑笑做了什么，笑笑现在成一个傻子了。有什么？你给我打电话，我要告诉贺叔叔和周阿姨。哎，笑笑，不要去！笑笑，你不要怕，哥哥一直在陪着你。我们等爸爸妈妈来接我们，相信哥哥。我不要爸爸妈妈来接我，我要听杨师傅的话，我快乐我的话，我不要做坏孩子。笑笑，你做什么？喂，晨晨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晨晨，你说话。老公，晨晨和笑笑到底怎么了啊？你别吓我呀！不行，晨晨肯定是出事了。不行，咱们得马上到贺家去一趟，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儿。首府大人，车已备好，现在就可以到云城贺家。王仔，你管理的分公司是不是跟云城贺之财的公司有交集？是的，大人。贺之财公司90%的业务都是来自于咱们的分公司。那好，你陪我去。是。老公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还是慌得很。不行，我得让齐国伟先过去。齐国伟，你现在赶紧去贺家一趟。晨晨和笑笑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唯你是问。是，首府夫人，我立马赶过去。周阿姨，哥哥刚才……笑笑，你别说，什么不能说？于笑笑，你哥干了什么？赶紧说！笑笑，你是乖孩子，你直接说。哥哥刚才给爸爸打电话。什么？这小崽子竟然敢偷偷打电话！居然雄心豹子胆了你！我就打！我为什么不能打？你不仅折磨我，还折磨笑笑妹妹，还把笑笑妹妹折磨成这样，我就打！你还敢多嘴呀你！哎呀，打就打呗，反正他家穷得很，那就算是他爸来到咱们家，那又能怎样？难道你还怕他？我怕他？一个穷光蛋，他要是敢来，我照打不误。那你干嘛这么生气？哼，我生气是他不知好歹，放着好好的节目不参加，净给我整这些幺蛾子。老公，你说该怎么办呀？首富大人给了我们1个亿，是因为我们将于笑笑改造的合他心意。如果把于晨也能改造的入了首富大人的眼，到时候说不定还能得到更多的钱。哎呀，对呀，你看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爸爸，赶紧改造于晨，让他以后再也不要和你顶嘴了。好，爸爸这就改造他。于晨，你不是骨头硬，你不是很有骨气吗？今天我就粉碎了你的骨气。来人，把他拉出去，在别墅外面像狗一样爬一圈。在别墅外面像狗一样爬一圈。凭什么？我不爬，就不爬，我不去。于晨，你为什么不学？不就是爬一圈的事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是啊，于晨，我们家菲菲说的没错，你就当是围着阿姨家别墅门口玩了一圈。你们觉得好玩，你们去玩，我不去。给你脸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在跟你商量，在这个地方只能听我的话，还不快出去爬！哎呀，老公，你何必生这么大的气呀？看把孩子吓的。你真不去啊？不去也行。那我就让你妹妹去。我呀，不仅让她围着别墅爬一圈，我还让她学狗叫，怎么样啊？你敢？我有什么不敢的呀？笑笑，你说，阿姨让你学狗叫，是不是为你好啊？是。那阿姨让你们2个学狗爬，是不是为你们2个好啊？笑笑真乖，既然你这么体谅阿姨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你放开我，我不要学我爬，赶紧放开我！哥哥，我们要听周阿姨的话，赶紧去吧。都在做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在做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齐叔叔，住手！齐国伟，你怎么又来？有什么事吗？
你竟然敢直呼我的名字，谁给你的胆子？还有贺志才，我不是交代你让你好好照看于晨，你就是这么给我照看的？这不是照顾的好好的吗？身上又没掉一块肉，也没掉块皮，还要怎么照顾？他不听话，我让他听话有错吗？好，还敢狡辩？我刚刚都听到了，你们说要让于晨学狗爬，我不管你现在说什么，赶紧给我把他放。齐国伟，谁跟你这么大脸啊？你让我放我就放啊？我不放。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难道你们就不怕我直接让你们贺氏集团破产吗？哎呀，老公，他说要让我们贺氏破产，我好怕呀！真是可惜呀，齐国伟，我们现在有首富大人的扶持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还敢威胁我？你们这么对待于晨，首富大人怎么可能扶持你们？有什么不可能？啊？首富大人刚刚给了我们1个亿，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。首富大人怎么直接把奖金给了贺志才？肯定是我那通电话，是我害了于晨少爷呀！老公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把他赶出去才是正事。老婆说的对，来人，快给我拉出去！行吧，你们在这等着，我和夫人进去就行。首富大人，这怎么行啊？万一贺志才对你不利怎么办？笑话！我堂堂大夏首富，放眼整个大夏，谁敢动我？住手！贺志才，你要知道，我来这里保护于晨，都是首富大人的安排。齐国伟，骗人之前怎么也不考虑清楚？首富大人肯定了我们的改造，怎么可能安排你过来啊？你要是还不赶紧滚，别怪我动手。想让我走，不可能；想要对于晨少爷动手，更不可能。不可能！齐国伟，我们现在有首富大人撑腰，我不怕你。来人，把他还有这个小贱种给我打出去！我看谁敢！你就是个小三生的小野种，就应该打断你的腿！保护于晨少爷！首富大人到！爸！首富大人到了，贺志才，你死定了！首富大人，您来了！哎呀，首富大人来了！首富大人，真的是您啊！您怎么来了？哎呀，首富大人来我们家，肯定是来视察变形的怎么样了。首富大人，您放心，2个孩子呀，变形的非常成功，你肯定会满意这个成果的。成果？首富大人，你看于笑笑现在特别听话，你让他干什么，他就干什么。于笑笑，是不是啊？是，首富大人。还有这个于晨啊，虽然现在不怎么听话，你放心，我1个星期之内绝对让他乖乖的听话，我只兜，他绝对不敢往西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脸怎么长成这样？夫人，你不用心疼这个小崽子，他不听话，我下手重了点儿，让他脸上挂了点彩。这种贱种啊，你就得让他狠狠的吃点苦头才行。你骂他贱种，谁让你这么骂他的？夫人，你要是不喜欢这2个字啊，我们可以改一改，小兔崽子怎么样？你喜欢怎么叫，我就怎么叫。你给我闭嘴！不是，夫人，你打我们家老贺干嘛呀？你要是不满意我们的变形，你直接说就是了，你干嘛打人呢？你还有脸问我怎么了？于文良，你说话呀！于晨是我儿子，于笑笑是我女儿，你们叫他们贱种，那我是什么？这2个小王八啊，不是，他们2个是你儿子和你女儿，这不可能啊！是啊，妈妈，他们2个身上连件新衣服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是首富大人的孩子呢？是呀，首富大人，他们2个当初来我们家的时候穿的一身破烂，我们怎么知道他是您的孩子呢？
求您饶了我们一家吧！饶了你们！当初你们惦记于晨少爷的时候，想过饶过他吗？你们让笑笑小姐学狗爬的时候，想过饶过他吗？现在却让首富大人饶了你们，世界上哪会有那么好的便宜事？是啊，老公，这人在这里才待了短短1天，这身上就大声响声不断。要是我们来晚了，说不定我们的儿子就没了。夫人，你冤枉呀！那天津雨辰是因为笑笑小姐说她偷了齐先生的手表，我们不是要故意电她的。哎呀，首富大人啊，孩子们的伤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，说不定是孩子们调皮上上下下给磕到的呀，我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首富大人，给我滚开！哎呦哎呀！现在还狡辩？我儿子我不了解吗？他什么时候爬高爬低了？到现在你还想污蔑他？来人，把他们2个给我拖出去，跪足12个小时，赔偿钱！首富大人，首富大人，首富大人，我不能跪12个小时啊，这样我的腿就废了呀！首富大人怎么会穿这么破的衣服？难道是假冒的？放开我！他就是冒充的，他不是首富大人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什么不是首富大人？老公，你过去扒开他的衣服看看就知道了。去。老公，首富大人怎么可能会穿这样的垃圾？这种衣服放在咱们家当抹布都嫌脏，首富大人更不可能会穿了。老公，而且首富大人说过，他今天不会来云城。这个家伙突然冒出来说自己是首富大人，他分明就是在说谎。小丽，你胡说什么？胡说？我怎么胡说了？齐国伟，你现在这么慌，该不会这个人就是你找来冒充的吧？你在云城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怎么会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？赶紧滚出我的家！老公，首富大人可是我们的恩人，这个人竟敢冒充他，我们一定要好好收拾他。我说的没错，看怎么处罚他们。来人，把这个冒充首富大人的垃圾给我绑起来！小丽，你赶紧让他们住手！你疯了！住手！齐国伟，他冒充的可是首富大人，我现在是在替首富大人在教训他，在云城就没人敢阻拦，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教训他。荒唐！我就是首富，韩装的啊！你的脸皮都已经被我们揭开了，韩装的！我今天就是对你动手，你又能如何？我的保镖可就在门外，你们谁敢动我？我说怎么还有点不对劲呢？原来啊，身边没保镖啊，还说是保镖在门外，骗鬼呢！来人，下起来！你给我放开首富，赶紧放开首富！你真是在作死啊！等着，一会儿首富的保镖到了，你们就会死无葬身之地。齐国伟，你现在没有巴结到首富大人还不死心啊？好啊，等会儿首富大人来，我就让你看看他是怎么嘉奖我的。把钢棍和盐水给我准备好，我要亲手教训这个冒充首富大人的人。怎么样？你现在还不承认你冒充首富大人吗？你如果承认了，我可以考虑少打你几棍。我本来就是大夏首富，根本没冒充。你们赶紧把我家老爷放开，他就是首富大人，我就是首富夫人，赶紧放开他！你老公裹得都像个粽，你还装啊？就你真以为自己是首富夫人了啊？不管我是什么身份，你们都不要动我吧！滚开啊！他冒充的可是首富，我不打他，首富大人就会弄死他。我现在是在保他的命，你知不知道啊，小子？放开我！我到你们家已经将近10分钟，10分钟内我出不去的话，我的保镖会立马冲进来。邹丽，我劝你最好3思。3思？我思个屁呀！我思！我……老公，老大人，爸，现在好了，3思完了。邹丽，你真的是疯了！你居然真的敢打首富大人！我有什么不敢的？我不仅要打他第1棍，我还要打他第2棍、第3棍，直到打到他不敢冒充首富大人为止。给我上！爸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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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爸爸，老公！
别哭啊，没事，我的保镖马上到，马上就能来收拾他。你到现在还有心情安慰你这个废物儿子啊？看来还是我惩戒的力度不够啊！老公，他到现在都不肯改口，我好为难啊！你说到底该怎么惩罚他好呢？那就把他的嘴剪了，看他怎么说。这个主意好，我喜欢。来人，把剪刀给我拿上来！时间已经过了，首府大人怎么还不出来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首府大人让我们只等10分钟，现在首府大人不出来，我们直接进去。是。来人，把我的剪刀拿上来！我这个剪刀看起来脸不太锋利呢，你说这一会儿要是一剪子没剪断，那该有多疼啊！你们几个谁想试试我这个剪刀好不好用啊？周丽，你敢？你要是再敢碰首府大人一下，我跟你拼命！你怎么还是这么多话？把他给我扔过来！放开我！你怎么就是闭不了嘴啊？你真想自己试试啊？怎么还不说话啊？非要让我自己选吗？今天你们谁的嘴都剪了，你们要是再口出狂言，就让你们死！让我死？你以为你随随便便说说我就害怕了啊？到时候我死不了，恐怕你的嘴也留不住了吧？啊！你再敢多嘴，我连你的舌头也不留！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剪烂了！赶紧给我住手！赶紧给我住手！王总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究竟怎么回事？快把绳子解开！王总，慢着，这两个贱人的绳子千万不能解呀！是啊，王总，您不知道他们这两个贱人刚才做了什么？这要是解开了绳子，可不好跟首府大人交代呀！你说什么？你说绑绳子是要给首府大人交代？没错，他们就是为了给首府大人交代，才不知死活的把我给绑了。老王，赶紧给我们家老于送吧。说你是贱人，你还真是啊！你知道人王总什么身份吗？他的公司可是于氏集团的分公司，于氏集团那可是首富大人的公司啊！就凭你这个贱人，还敢叫王总老王？那个王总啊，您呢就不该发善心去救他这俩贱人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剪他们的舌头吗？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冒充首富大人啊，还死活不改口。就是啊，你看他俩这身上的穷酸样，100块钱都拿不出来，怎么可能是首富大人了？哎呦，瞎了你的狗眼！他就是首富大人。他就是首富大人。这不可能啊！他们明明就是冒充首富大人的骗子呀！就是王伯伯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于晨和于笑笑，我们连花洒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一家分明就是一个臭农民。是啊，王总，你看他们从头到脚这一副穷酸样，分明就是冒充的嘛！什么被骗？王总就是首富身边的左右手，你以为像你们一家不长眼的垃圾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不管你什么意思，但是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。这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一样眼瞎吗？我怎么可能认错首富大人？大人，这两个垃圾以下犯上，还打得你浑身是伤，该怎么处罚他们？要么直接丢进海里。海里？首富大人啊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可千万不能把我扔到海里呀！我还有老母亲还要养孩子呀！首富大人，你不要惩罚我爸爸好不好？我爸爸不是故意要打你的，不要把我爸爸丢进海里好不好？不行，不想个理由，我和志才真的要去喂鱼了。首富大人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于晨，他自从来我们家就一直在说谎，他就是个小骗子。我们才以为您是大骗子，故意骗我们的。荒谬！于晨少爷什么时候骗过人了？邹丽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胡乱的攀咬，你以为首富大人会相信你的谎话吗？我妈妈她真的没有说谎，于晨他就是个骗子。徐先生，我知道我们错了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，可是我现在说的都是真的啊！你给我闭嘴！他说的都是真话。我们家晨晨一直都很乖，从来都没有说过谎，你凭什么冤枉他？没错，晨晨和笑笑
他们俩从小在我身边长大，他们什么样子我最清楚。倒是你们，来呀，把这2个满嘴谎言的贱人给我拉到海边，用海水好好给他洗洗脑子，洗够了1个月，直接送监狱。首府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于笑笑可以证明我的清白的。笑笑，你赶紧证明阿姨的清白呀！笑笑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笑笑，你跟妈妈说实话，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是爸爸妈妈，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于晨一直在说谎。晨晨，你为什么要撒谎？你在家里一直都是乖孩子，难道你一直都在骗我？妈妈，笑笑傻了，他说的话根本不可信的。我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妹妹在说什么，而是要把她赶紧送到医院去。谁说笑笑傻了？于晨，你是笑笑的亲哥哥，怎么能诬陷他呢？笑笑一点都不傻，他可以自己证明清白。笑笑可以证明？对啊，没想到吧？你刚说了句谎话，就被我给拆穿了。我没有说谎，那你干嘛这么慌张啊？笑笑，你来回答阿姨，你是谁？是哪儿的人？你来阿姨家做什么呀？我是于笑笑，我是于家村的人。我来阿姨家是因为来参加变形记。老公，笑笑她说的没错呀。于晨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做了什么，让别人误会你是个骗子，害得连我都被别人辱骂成骗子？爸爸，我没有说谎，我不知道笑笑在说什么，可是我真的没有说谎。你之前告诉我和笑笑说不能骗人，我没有骗人。爸爸，他就是在撒谎，赶紧狠狠的处罚他。狡辩！首府大人，我知道于晨他为什么骗人了。为什么？直接说。因为我爸爸妈妈对于笑笑太好了，于晨啊，他心里嫉妒，所以他才骗人的。一直骗？是啊，于笑笑根本吃不了海鲜，于晨故意让他吃海鲜。我跟于笑笑开个玩笑，于晨就不高兴。首府大人，于晨他真的是您的孩子吗？可是他就是个骗子呀，根本没资格成为您的孩子。可贝姐姐，我根本没有那样做，你干嘛要诬陷我啊？哎呀，首府大人，你快看，于晨又开始了，又开始吓唬我了，我都不敢说了。于晨，我之前教你的人际礼仪信，你都忘了？贺飞一个小女孩，她怎么会冤枉你呢？爸爸，贺飞姐姐在我跟笑笑面前根本不是这样的，你别把她给骗了。到现在你还当着我们的面去诋毁别人，你的教养被狗吃了吗？什么时候你变得品行这么不端正？首府大人，于晨少爷他真的没有骗人啊！我刚来这贺家的时候，正赶上他们逼着于晨少爷在那里学狗叫、学狗爬。像这样心狠手辣的一家人，他们的话怎么可能信呢？齐先生，你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让于晨学狗叫、学狗爬，是因为于晨一直叫嚣说要弄死我，还说什么只要有你齐先生在，就要弄死我们全家。胡说八道！于晨少爷他彬彬有礼，他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？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看他就是认为自己的父亲认识了什么大人物，竟敢直接威胁人。晨晨，你怎么能这么做的？妈妈简直对你太失望。妈妈，我没有说谎，那连你也不相信我。我还怎么相信你？何志才，我把他送来就是为了改造和变形，你做得不错。哎呀，感谢首府大人夸奖。但是这学狗叫、学狗爬，第一有些不雅，第二呢，也没把他掰正过来。还有什么方法？哎呀，首府大人，你这次算是选对人了，我这就把杨大师给你请出来。杨大师是谁？首府大人，您有所不知，这杨大师名叫杨永贞，是我们大夏首屈一指的教育大师。凡是他教育过的孩子，那都听话的很。真有那么神奇？以前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样一位教育专家啊？他是近2年才出名的，您之前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既然如此，能叫他过来吗？让他好好计划一下，怎么能教育好于晨。哎，首府大人，我这就去请，他正好就在上面休息呢啊。慢着，首府大人，这个杨大师我见过他，他就是一个只会电击的半吊子，根本就不是什么教育专家。秦国伟，我和我们家老贺怎么得罪你了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们好？首府大人还没说什么呢，你在这唧唧歪歪干什么？因为你们要害于晨少爷，我当然要站出来。我们害于晨？首府大人冤枉啊！秦国伟当着您的面就冤枉我们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。是啊，首府大人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徐国伟，现在这孩子不能不好好教育。这杨永贞之前做的是有点过分，但是也不能不理解嘛。
听到首富大人说什么了吗？齐国伟，既然首富大人都决定了，那就按照首富大人说的办吧。首富大人，那我这就去请了。首富大人好，见过首富大人。你就是杨永贞？正是在下，今日能见到首富大人，真是三生有幸。虚话就不用说了，你有什么办法能让孩子改掉说谎的毛病？首富大人，您对孩子可真是爱之深呐！您是我见过最合格的父亲。既然今天您这样问我，我一定给您一个最合格的方案。什么方案？这孩子一直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，说明存在侥幸心理，觉得自己犯了错，给大人撒撒娇，大人就原谅他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打破他心里的这种幻觉，就是不知道首富大人您舍不舍得呀？有话直说吧。首富大人，您放心，这杨大师作为教育界的专家，对于这个处罚尺度还是有把握的。您就放心吧。是啊，首富大人，我们还准备了茶点，还请赏脸品尝一番。这边请。请。我的心为什么这么疼？哥哥，你不要动，我要泼你。哥哥，你最好了。哥哥，哥哥，对不起，是我冤枉你了。笑笑，你都想起来了？我都想起来了。哥哥，我怎么那么坏，当着爸爸妈妈的面冤枉你？笑笑，哥不怪你，哥知道这不是笑笑的错。哥哥，那我们现在赶快去找爸爸妈妈，告诉他们真相。好，走。站住！笑笑怎么受伤了？晨晨，怎么回事？妈妈，现在流了好多血，赶紧救他！笑笑，笑笑，笑笑，打电话叫医生救女儿。喂，杜医生，赶快进来别墅，小姐受伤了。笑笑，笑笑，医生，小姐头被磕破，有没有伤到大脑？还要继续观察，快将小姐转移到安静的地方。直接回别墅，快！爸爸，笑笑他会没事吧？肯定会没事的。杜医生是爸爸的贴身医生，他的医术有保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玉晨少爷，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？笑笑小姐怎么弄得头破血流的？是他害怕笑笑把事情告诉爸爸，所以就把他打成这样了。什么？你吃了雄心豹胆了，敢动我的女儿？来，给我把她绑到电椅上。你不是喜欢玩电击吗？我让你享受个够！首富大人，我错了，您饶了我吧，您饶了我吧！饶了你？像你这种人渣，定给你算是便宜的。要是让我来的话，我非把你扔到海里喂鲨鱼去。这个主意不错，等把这个人渣电击完，我带他离开，我一定给他办得漂漂亮亮的。首富大人，我不要被扔到海里头，我不要被喂鲨鱼了，你放了我吧！就凭你也配抱首富大人的腿？我他妈弄死你！我的命真的要交代到这里了，不行，我不认命！何大人，您救救我呀！我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为什么要救你啊？何大人，这些事您可都是知道的，做了就是做了，没做就是没做，您说出来呀！何大人，杨永贞手里可有我们虐待于笑笑的证据，要是他狗急跳墙……首富大人，这个杨大师啊，是我请来的教育专家，他的人品啊，我还是了解一点的。于晨少爷刚才说的话，我不信。邹丽，你什么意思？齐先生，我只不过是想让杨大师开口解释一番，这也不算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吧？杨大师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刚才发生了什么，跟首富大人好好解释啊！是，首富大人，您给我一个给您解释的机会啊！那我就给何太太一个面子，给你个机会。
我倒要看看你给我解释什么。于晨，你这小兔崽子，你也不让我好过，那我更不会让你好过。看我这次怎么弄死你！首府大人，这件事您真的是错怪我了，是于晨，是他逼着笑笑小姐改口，他让小姐说是自己冤枉了他的哥哥，这小姐不同意，他就把小姐推到石头上，这真的不怪我呀！你放屁！这样的冤枉于晨少爷就能洗清你的罪名吗？你别在这儿白日做梦了，来人，把他赶快给我绑到电椅上，电死他！徐先生，我没有啊！首府大人，您要相信我呀！首府大人，这种小人的话不可信啊，还是直接处罚吧。凭什么不相信？首府大人，杨大师说的肯定是真的，就放了他吧。于晨，你怎么看？还说谎！他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话。那爸爸这次就相信。来人啊！等一下，首府大人，杨大师说的话是真的，我可以证明啊。证明？你怎么证明？刚刚出事的时候，你可是和我们待在一起的。难不成你要告诉我是你亲眼看到的？我的确没有亲眼看见。那你在这儿废什么话？虽然我没有亲眼看见，但是我的女儿菲菲看到了。菲菲，是吧？菲菲，只要你按照妈妈的意思说，妈妈等会儿就给你买喜欢的大宝石。首府大人，我亲眼看见了。小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，你别在这给我撒谎。何佩，你真的亲眼看到了？首府大人，我真的亲眼看见了，甚至还看见杨大师不断的阻止于晨，但是于晨怎么都不听，非要笑笑说谎。于晨，你太让我失望了！你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满嘴谎话、只会欺负自己妹妹的孬种？何佩在说谎。于晨少爷，别叫我少爷！他这样的孩子就不配成为我于文良的儿子。大人，小孩子还小，继续教育就是了，何必说这么伤人的话呀？他这样的孩子还能怎么教育？我看也只能送进监狱才能教得好。爸爸，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呀！相信你？你还有什么值得我相信？今天我不好好教育教育，真的是要飞上天了！来，爸，不要，你相信我呀！怎么，我的话都不听了？再动手，都给我滚蛋！仇大人，您三思啊！您不能仅凭一个小姑娘的一面之词就定了于晨少爷的罪啊！是啊，大人，起码要找到证据再说啊！我看这贺家有不少摄像头，要不我们先调监控吧？调什么监控啊？不用调监控的。头丽，就是一个调取摄像头，你紧张什么？我哪里紧张了？我没有紧张。上个月这监控就坏了，调出来也没用啊。那可不一定。首府大人，我这就让人一起去机房看一下。不要，不用了，我相信何丹。愣着干什么？打！不。于晨，现在你知道错了吗？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你妹妹？我真没错，我真不懂笑笑。还不认错是吧？接着打，打到他认错为止。杜医生，笑笑头上的伤碍事吗？幸好笑笑小姐头上只是划伤，好好治疗，过段时间就会痊愈的。可是什么？难道以后会有隐患？倒不是头上的伤有问题，只是我发现笑笑小姐头上有被电击的痕迹。你看，还有我为笑笑小姐换药的时候，笑笑小姐浑身颤抖，好像是怕极了我的动作，她的精神受到了不小的创伤。原来是这件事啊！这个贺医生已经跟我们解释过了，两个孩子不太听话，他们就小小惩罚了一番。只要以后笑笑守规矩，就不会有这些伤害了。夫人，恕我直言，电击这手段不是正常教育孩子的手段。就算那些教育专家说的天花乱坠，但是对孩子的伤害却是实实在在的呀。这个我回去会仔细了解清楚的。你先给孩子治疗吧。好。笑笑，你醒了啊！笑笑，你终于醒了。你都不知道妈妈有多担心你。妈妈知道这次你受了委屈，可这委屈不会白受的。等医生给你包扎好，我们就回家，好不好？杜医生，你快来看看，笑笑她怎么不会说话了？可能刚才伤到了某个神经，所以笑笑小姐才说不了话的。笑笑，这是谁干的？无论是谁干的，我都饶不了他。笑笑，你在找什么？你给妈妈比划一下，妈妈帮你找。杜医生，笑笑不会真磕坏了脑袋吧？她怎么不理我呀？没有，我看笑笑小姐清醒得很，
估计他是要告诉我们什么。首府大人还要继续吗？世界的状态好像不太好。继续打，当然继续打。今天我要不好好的教育他，他是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首府大人，你就饶了于晨少爷吧，他才10岁啊，10岁的孩子撒谎也不至于这么教育啊。他是普通的孩子吗？他是我于文良的儿子，作为首富的孩子，他的要求就是要比普通人高。哦，怎么，现在知道认错了？那就给你妹妹好好道个歉。还有，给杨大师好好道歉，我就会让他们住手。首府大人，这于晨终于肯承认错误了，还是您教育的好。我是要道歉的。于晨少爷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无论这个事是不是你做的，先道歉吧。你看你这身上都没有一点好肉了。不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可是因为还打，我丢了最重要的清白。我只想问爸爸一句，他为什么不信我？首府大人，少爷都被折腾成这样了，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不相信他。从我到这儿，他嘴里说过一句真话吗？这样的孩子让我怎么相信他？给我狠狠的打！不能再罚了，孩子这样会受不了的，快点松开。齐叔叔，爸爸是不蒙蔽了，他才跟我知道真相的以前。真相，我现在知道的就是真相。首府大人，现在无论怎么说，他都是你唯一的儿子呀。真要是打坏了，心疼的还是您自己啊！真不能再打了。打坏？他要是真心改过，我会打坏吗？继承人，于晨要是成不了于氏集团的继承人，于笑笑不就是唯一的继承人了吗？而控制于笑笑的我，不就是大夏首富了吗？我非要首富剥夺于晨继承人的身份。首富大人的继承人自然有首富大人关系，我们旁人就不必多言了吧？你在说什么？我自然不会影响首富大人的抉择，只是于晨少爷这是继承人的身份千真万确啊！是啊，别乱说。你懂什么？我知道于晨少爷是首富大人的继承人，我也知道于笑笑小姐也是首富大人的继承人，这跟首富大人惩罚于晨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要不提我还忘，我还有一个乖巧的女儿，让我女儿做继承人也不是不可以。首府大人，于晨少爷还在这儿，你怎么能这么伤孩子的心啊？齐国伟，你这是要插手首富大人的家是吗？你给我闭嘴！就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再三的挑拨首府大人，于晨少爷怎么能受这么大的罪？我挑拨什么了？齐国伟，贺太太说的对，从今天起，笑笑就是我于氏集团的继承人。妈妈，伤害我的不是哥哥，是杨大师，他惦记了我好久，我忘记了哥哥对我的好，我一直在冤枉哥哥。笑笑，你说的都是真的。我的女儿，你到底承受了多少苦？是爸爸对不起你。对呀，还有晨晨。首府大人，这集团的继承人岂是能说换就换的呀？于氏集团是我10几年的心血，这小子配不上我的于氏集团。首府大人，配得上配不上以后再说。您现在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，就是诛孩子的心啊！他做了那么多让我失望的事儿，我简简单单一句话就诛心了？那这小子也太碎了。爸爸，你说这么多，我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可是我不喜欢您了，我喜欢原来的那个爸爸。我也喜欢原来的那个儿子，可惜啊，我原来那个乖巧的儿子不知怎么不见了，现在留下的却是一个时时让我感到羞耻的儿子。爸爸，不管怎样说，我都是清清白白的，从来没让你感到我羞耻。于晨，你受了这么多惩罚，还不知道认错吗？那好，你不认错，继续给我打！住手！走开！晨晨，起来！晨晨，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？于文良，你就在孩子的身边，你怎么能让他们下这么狠的手？你怎么看待孩子？是我动的手。什么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他伤害笑笑，甚至害得笑笑昏迷，难道这不够吗？就是为了这个，于文良，你知不知道？
首富大人这样做，只是为了要改正孩子的毛病，他做的没有错啊。夫人，这教育孩子要从小开始，长大了以后才能走正道嘛。这您呢，就别心疼了。你这个骗子，闭嘴！分明是你，字条就是证据。够了，明雪，我知道你疼玉婵，可是他今天犯的错太大了，你再这么求情，我都不会饶过他的。老公，伤害笑笑的真的不是程程。明雪，我知道你一时接受不了，可你也得面对现实，孩子有错就得罚，这是咱们从小给他说的道理。夫人，首富大人可看得比你深，比你远。都给我闭嘴！月亮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伤害笑笑的不是程程，就是这个杨大师。夫人，您这说的是什么话呀？这我怎么会害笑笑呢？我哪有那个胆子？是啊，夫人，这杨大师是什么人，旁人不清楚，我和我们家老贺还不清楚吗？他平时啊，除了教育孩子以外，连一个小蚂蚁都舍不得踩死呢。这样的大善人，你怎么能冤枉他呢？是啊，夫人，你也不能仅凭一个字条就这么武断吧？你赶紧回去照顾笑笑，这已经够乱了。回去。月亮，儿子说的话你不相信，你老婆说的话你也不相信，你要怎么样才能相信杨永贞才是伤害笑笑的黑手？赶紧给我回去！我是永远都不会相信。相信，我有办法让你相信。杜医生，麻烦你把笑笑带过来，让他证明杨永贞才是伤害他的凶手。是，夫人。夫人，笑笑小姐身体内痒，你为什么还着急让她出来啊？对呀，夫人，这孩子身体还没好呢，应该静养才对啊。你们这么害怕笑笑出来，怎么是害怕自己干的亏心事被人发现吗？你少在这儿冤枉我了，我清清白白的，我怕什么？出来吧，赶紧出来！被电击还想逃出我的手掌心，证明你儿子的清白，别做白日梦。夫人，这我怕什么呀？这我没做亏心事，我不怕对质啊。笑笑，你赶紧告诉爸爸事情的真相，哥哥的清白就靠你了。笑笑，你怎么不会说话了？首富大人，笑笑小姐不会说话了，这怎么证明啊？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笑笑不会说话，难道他不会写吗？笑笑，这杨叔叔平常可对你最好，叔叔是清白的，对吧？笑笑，你不用听他们说话，只要把真相写出来就好了。爸爸，是他伤害了我，是他电击了我，是他们让我忘记了哥哥对我的好，是他们让我说谎，冤枉哥哥。笑笑是坏孩子。笑笑，没事吧？哥哥不怪你，哥哥知道，笑笑不是故意要忘记了，笑笑不是坏孩子。原谅，你现在知道真相了吗？你现在知道你是怎么伤害程程的吗？你怎么这么心狠呢？苏大人，你求情我，狗东西，你敢骗我！首富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但是我是有苦衷的呀。是贺总还有贺夫人，他们逼着我，他们逼我去电击笑笑，我是害怕事情暴露，所以我才会这样的。还有你们两个，首富大人，饶了我们吧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。饶你们？做梦！我要把你们统统给我送进监狱，天记你们一辈子！首富大人，我孩子还小啊，你也是做父亲的人，你就看在我孩子这么小的份上，饶了我们吧。是呀，首富大人，你就饶了我们吧。饶了你们？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？还不赶快把他们都给我拉下去！首富大人，首富大人，首富大人，首富大人！玉婵，对不起，都是爸爸的错。晨晨，是不是很痛？妈妈现在就带你去医院啊！爸爸，妈妈，我终于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了。爸爸知道，爸爸这次真的知道了。笑笑，我不会怪你。笑笑，你不是坏孩子。好了，不哭了，晨晨也不哭了，我们现在就去医院，一定会把笑笑治好的。妈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要问。你说，爸爸怎么可能是首富大人呢？咱们家不就是普通农民吗？因为我装穷，孩子受这么大的罪。要是我承认了，孩子怕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吧。那个，爸爸其实是首富家的佣人。今天齐叔叔跟王叔叔都是看在首富大人的面子上，所以才帮我的。
夏夏，来吃苹果。就是笑笑，你看你这几天都瘦成什么样了，多吃点。爸爸，我已经吃很多了，你也吃。爸不吃，笑笑吃。妈，多吃点啊。首府大人，海城租家的会面时间快要到了，您看。我这就过去，你直接把东西都准备好。是。沈战，这首府大人呢回来了，我跟妈妈得去打扫一下卫生，你跟笑笑在家里待着，好不好？爸爸，我不想待在家，我想去首府大人家。为什么？是啊，晨晨，你为什么要去首府大人家？因为上次变形记，首府大人帮了我们太多了，我要去亲自感谢首府大人。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儿子发现了我的身份了呢。就这事儿，不用，爸爸替你感谢首府大人就行了。不行，你给我说过，说感谢要真诚，我不亲自去怎么能行？这个是啊，爸爸，我要和哥哥一起去当面感谢首府大人。一直拒绝也不行啊，算了，就带他们去吧。到时候我小心一点，不让他们发现真是我就行。那行，爸带你们去。先生，这地方不能停车，你。首府大人，大人，管家先生，那个我知道首府大人说了，咱们不允许带外人进庄园，可这两个是我孩子，您看不算外人吧？管家大人，您不是知道吗？是之前首富大人帮了我们一家，这两个孩子啊就想过来亲自道谢，您就通融通融，让我们进去参观参观。通融？是啊，您不通融，那谁能通融？少爷，不是，那请进吧。谢谢管家伯伯。首府大人，这又是要做什么呀？儿子，看看老爸手艺怎么样？你干嘛呢？这叶子为啥全剪了呀？这花要想长得好啊，这叶子就不能太多，它容易抢花的养分，懂吗？那你也得留起住，还是我来吧。差点露馅。舅舅，首富大人真的能答应我们放了爸爸妈妈吗？菲菲，我们带了这么多贵重的礼物，就为了两个佣人，首富大人他有什么理由拒绝？你就放心吧。嘿，管家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首富大人见面呢？邹先生，真是不好意思，首富大人临时有事儿，今天的见面怕是要取消了。取消了？管家大人，那不知道下一次见面会被安排在什么时候呢？那就要看首富大人的安排了。邹先生，您也不用失望，我相信您和首富大人的会面很快就会来临。舅舅，我们回家吧。走吧。菲菲，这次呢是舅舅食言了，没能救出你爸妈。舅舅，监狱那么可怕，爸爸妈妈肯定吃了好多苦，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？再怎么想办法，那也得见到首富大人才行。咱们下次再说啊。于晨，你们一家怎么在这儿？菲菲，他们是？舅舅，就是他们送的爸爸妈妈进的监狱。原来你们就是把我姐姐姐夫送进监狱的罪魁祸首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呀！这里是首富大人的庄园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是首富大人邀请的客人，当然能来啦。今儿首富大人邀请的只有海城的邹家，你们是海城邹家的人？还算你有点见识，竟然还知道我们海城邹家的名声。不过既然你知道，那还算计我姐姐姐夫？你姐姐姐夫还用我算计啊？那是他们狂妄自大，咎由自取。我呸！他妈算什么东西啊？也敢评论我姐姐姐夫的作风？你不过就是个佣人，也就是攀了首富大人的高枝儿，
就凭你也配跟我说话？就是我舅舅和你们说话，真是拉低我舅舅档次。于晨，赶紧给我舅舅搬个凳子。我为什么要搬？就凭你们是首富大人的佣人，我和舅舅是首富大人的客人，你就必须搬。我不搬，不搬。于晨，你天天干这么低贱的工作，凭什么不搬？你要是不搬，我就告诉管家大人，你藐视客人。我藐视客人？何非，我爸爸他就是园丁，他的任务就是照顾好这些花花草草。至于搬凳子，你还找别人。小园丁，你还怪伶牙俐齿啊！你们这一家子也就是仗了首富大人的势。不过呀，这从今以后，你们狐假虎威的日子算是到头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，你马上就知道。来人，把送给首富大人的礼物给这群土包子好好看看，让他们知道这以后是怎么死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，好好看看，这可是华盛的丰年瑞雪图，价值2000万，用它来向首富大人换你们一家子的狗命，不够啊！这幅画上个月我不是刚从华盛的后人手里买回来了，他们怎么又拿？这首富大人家里呢，名家珍品无数，他也不会因为这一幅画就把我交给你。妈妈，我害怕，我不想去他们家。笑笑不怕，妈妈在这里。小小，不要怕，这不就是一幅画吗？首富大人怎么可能把我们家给你？你别送了。臭小子，我是该说你年轻好呢，还是该说你蠢好呢？啊，看来呀，你还是真不知道这幅画的真正价值。舅舅，他们一家就是乡下人，怎么可能知道谁是赵茂？你和他们说就是对牛弹琴呀。也对哈，这么名贵的珍品呐，也就只配给首富大人他来欣赏，给这小鬼一家子看，那简直就是侮辱了这幅画。说起来，要不是为了救我姐姐姐夫，我怎么可能舍得把这幅画拿出来？你干什么？是啊，舅舅，你干什么把能救爸爸妈妈的画给毁了？菲菲，为了这几个贱人，舅舅我可能撕几千万的真画吗？菲菲，不用担心，舅舅这么做自有。菲菲，这个臭园丁把我送给首富大人这么名贵的画给撕毁了，那该怎么办？这怎么办呀，舅舅？那当然是让这帮穷鬼赔了。他们要是赔不起，那就让他们一家子一辈子给我们当佣人。舅舅，你这主意真好。于晨，你们一家人终于落到我们的手里了，你们这是诬陷。我们这就是污蔑呀！怎么了？谁让我们邹家是豪门，而你只不过是臭园丁的儿子而已。要怪就怪你命不好。儿子，不用跟他生气。哎呦，你还准备咬我呢？给，你咬我呀！你要是敢咬我一口，我一定让你双倍赔偿。叫我双倍赔偿？笑！哎，媳妇儿，你看这幅画是不是很眼花？像不像首富大人书房里挂的？是很像，不对，简直是一模一样啊！我拿了个假画，怎么可能被这个臭园丁给认出来了？不可能！你只不过是一个臭园丁，你怎么可能知道首富大人书房里边有什么？不要以为你随便说几句话，我就可能放过你。对，我是园丁，可我老婆是保洁呀，她经常要去首富大人的书房打扫卫生，那书房里的画，她闭着眼睛都能知道长什么样。曾先生，我劝你呢，也别动什么歪心思。就你这些东西啊，首富大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这种假东西啊，就算是当柴火烧，还嫌麻烦呢。哎，舅舅，不用生气，这话不行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。菲菲，还有什么办法呀？舅舅，你看那盆兰花，这盆花有什么特别吗？我听妈妈说，首富大人有一盆特别宝贵的兰花，价值3000万呢，和眼前的这盆一模一样。你是说，舅舅，只要我们打破首富大人最喜欢的兰花，那这园丁能跑得掉吗？首富大人啊，肯定得讨厌死他了。菲菲，还是你聪明。来人，把这盆兰花给我毁了！住手！
砸了我的兰花，姓邹的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不会放过我，我还不会放过你呢！这个人，他可是把首富的兰花给毁了，赶快替首富大人报仇！上！住手！于文良，你假装首富，把我姐姐姐夫关进监狱的时候，你不是很嚣张吗？这会儿你祈求我了啊？什么假首富？我老公就是首富，你不要再打了，不要放开他！呸！他这个窝囊废那样，就他还是首富。他要是首富，我还是首富的爹呢。给我姐姐家的时候，就在那儿给我装，现在还给我装，是不是？你们就是首富大人的佣人。上次在我家，我就听到了。舅舅，别放过他们，狠狠的打。放心，薇薇，舅舅啊，替你爸你妈报仇了。哎，你们光用手怎么能行啊？上工具呀！他可是得罪了首富大人，这个首富大债待何时？打，揍他！住手！住手！别动我爸！老爸，我害怕。舅舅，别怕，来抓管家大人！老大，那个女孩跑了，愣着干嘛？追呀！少爷，那个女孩跟丢了。废物，全他妈一群废物，连个小女孩都看不住。这要是让她说点什么不该说的，我们都得完蛋。舅舅，不用着急，他就是个胆小鬼，话能不能说清楚啊，都不一定呢。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给这讨厌的一家定罪。这么贵的兰花都给打碎了，这还不够啊！舅舅，你说首富大人什么好东西没有，什么珍贵的东西没见过？要我说，就那一朵兰花，他都不放在心上呢。我看他是所有的花都毁了，他才会心痛呢。菲菲，你说的不错呀，就这么干。来人，把这里的花全都给我砸了！别砸！别砸！住手！住手！住手！这是我花了10几年功夫收集的名种，砸就没了。哎呦，这些还都是名种呢！哎，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。砸，给我狠狠的砸，砸的越多，我奖励越多。赶紧砸，都赶紧砸呀！我最喜欢看砸花了。邹杰，为了诬陷我，就把这些花给毁了。你以为我没办法收拾你吗？你还真就拿我没办法。像你这种 loser， 你在我面前，那我就是把你拿捏死了。就是，反正现在所有的花都已经毁了，你就认了这个罪名吧。你们别笑，我爸不会认这个罪的。他现在认不认又有什么关系？你恐怕还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吧。现在我就来告诉你，像你们这群垃圾，在我面前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。哼，砸，给我继续砸！住手！住手！不要再砸了，不要再砸了！这些花都给砸了，这分明都是你砸的呀，怎么又开始冤我了呢？我今天就是冤枉你，怎么了？我就是让首富大人知道你就是一个疯子，就应该被首富大人赶出去的疯子。你可真是丧良心啊！丧良心？丧良心怎么了？这良心是能顶饭吃还是能顶水喝呀？筋不狠，累不完。今天这个道理我教你了。怎么？我还害怕你不动手呢？赶紧给我住手！便宜你了。管家大人，你可算来了！哎呀，也不知道这个园丁发什么疯，他把首富大人的花园整个都给砸了。是啊，管家叔叔，我和舅舅怎么劝他都不听，还说首富大人的花那就是杂草，你赶紧罚他。说这些花是他们砸的。是，就是他们砸的。胡说！笑笑都已经告诉我了，这些花是你们砸的。小小年纪竟然在我身上玩心眼，你们父母怎么教你们的？管家大人，您就算不相信我外甥女说的话，您总该相信我说的话吧？我以邹家家主的名义发誓，就是他们一家子把这个花园整个都给砸了，否则我邹家百年基业毁于一旦。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？赶快惩罚他们！邹杰，谁给你的勇气在我的地方处罚我？你问问他敢吗？我自然是不敢的。你凭什么在首富大人的庄园里边大喊大叫的？于文良，我要是你，我就找一个地方我就钻进去了。怎么敢给首富大人抹黑呢？你干嘛打我舅舅？赶紧道歉！道歉！你们刚刚砸了首富大人的花园，我还没跟你们算账，现在倒让我道起歉来了。不是我们砸的，真的不是我们。闭嘴！你们刚刚砸的都是特级保护植物，
有的是只是地球上的孤品。你就等着吧，我这边算好账，自会送到你们邹家，让邹老爷好好看看。不，千万不能送给老爷子呀！这样老爷子会剥夺我的继承权的。我以为你真天不怕地不怕呢，原来你也有怕的时候。现在晚了，他就是一个臭园丁，值得你这么相帮吗？啊，你为什么这么包庇他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原来这个贱人他是你家亲戚，所以你才这么干的。身为首富家的管家，你居然这么包庇一个罪人！这件事儿我一定会亲自如实的禀报给首富大人，你就等着首富大人责罚吧。这主意真好，我们就这么干。我和舅舅才不怕你，我们有的是法在治你。哦，是吗？当然了，你要是现在立刻给我舅舅认个错，我们啊还可以原谅你。就是，你还不赶紧给我道歉，不然扒你一层皮，这件事儿我一定没完。你赶紧给我闭嘴！你还敢吼我们？吼你们怎么了？我这辈子从没见过你们这种厚颜无耻的人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辈子也休想动我一根毫毛。不可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身边这位园丁才是真正的首富大人。啊，这……爸爸，你不是说你是首富大人的佣人吗？你咋成首富大人了？就是，绝对不可能，就是一个低阶的下人。他们都穿着保洁衣服跟园丁衣服，他们怎么可能是首富大人跟首富夫人呢？你绝对在骗我们！上次他们就骗了爸爸妈妈，这次他肯定还想骗你，你个大坏蛋！别想我们相信，骗你们！你们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值得不值得被我骗？首富大人，您看怎么处理？绝对不可能动我们！不是真正的首富，他不可能动我们！啊，这……我就是首富，在对孩子未来的教育路上怕走歪了，所以我隐藏了10几年的身份。但是今天看来，我错了。老公，我早就说过，现在这有些人啊，就是衣冠尽人。我们要真是无权无势的农村人，早就被他们欺辱致死了。是啊，这次我是真的错。邹姐，你毁的我这些花草价值10个亿，让你一次赔礼，怕是你们邹氏集团流动资金也会枯竭。首富大人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瞎了眼，我黑了心，求你饶了我，我不敢了，我真的不敢了。菲菲，我跪下！首富大人，我错了，不要让我败公家不仁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。以前没人教过你这道理，今天我来教。来，他们2个，我。爸爸，原来你真是首富大人啊！爸爸，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们。雨辰，笑笑，对不起，爸爸错了。妈妈也错了，这些年让你们受苦了。妈妈，你和爸爸对我和哥哥这么好，我们没有吃苦。爸爸，你为了教育我和笑笑付出了太多，我觉得你没有错。哎，对了，虽然孩子不怪咱们，但是这些年咱们的确也亏待了他们。你投资的新商场不是刚开业吗？咱们带他们去看看，顺便挑点他们喜欢的。这主意好啊，老爸。这商场里边的品牌呢还不错，适合晨晨和笑笑。那我们现在就去。行。哎，首富大人，这少爷的身份刚恢复，要不要庆祝一下呀？以后再说吧。现在啊，我们就去逛商场了，好不好？走。爸爸，这个商场好大。哥哥，你看那个小熊，好漂亮啊！这个熊确实挺可爱的。哎，妈妈，它的毛发怎么金光闪闪的？因为它呀是用金线缝制的，看起来才特别漂亮。笑笑，是不是喜欢这个泰迪熊啊？当然喜欢啦。这位先生，您女儿喜欢斯泰夫，您可以把她带回家呀。不错，笑笑喜欢的话，爸爸就给你买下来。你再看看还喜欢什么，爸爸全都给你买了。全买了，爸爸。这个小熊是用金线做的，太贵了，我们还不要买了吧？是啊，爸爸，这个熊太贵了，别买了。不贵，小朋友，这个泰迪熊啊，浑身是金线做的，眼睛也是由宝石制成的，价格嘛才1000万，一点都不贵哦。
这还不贵？爸爸，太贵了，我们还是赶紧走吧。你看这小丫头啊，年纪那么小就会学会节省，这是替爸爸省钱呀。那好，走。什么省钱？我看就是没钱买吧，装什么有钱人，跟我在这演戏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一家没脸没皮，故意来我这儿找存在感，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哼，那你还真是大错特错，这算什么呀？你要是不信，现在就把这玩具包起来，我买了。你买？你拿什么买？你女儿刚才拆过你台，说买不起，你还在这逗我玩？我女儿那么说是因为心疼我，既然被你欺负到头上，那今天这个熊我还非买不可了。好，既然你如此坚持，那你就付款吧。什么时候钱到账，什么时候我就给您包起来。1000万，付款吧。爸爸，这个小熊一开始看着挺好看，现在不好看了，不要买了。是啊，爸爸，我们干嘛花这么多钱买一个我们根本不喜欢的玩具啊？我们走吧。笑笑，你真的不喜欢了？真的不喜欢了。老公，既然女儿不喜欢了，咱就不买了。要不是看在女儿的份上，哼，这家玩具店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。那好，咱不买了啊，走了。哎，赶紧买啊！怎么不买了？还真以为你能拿出来1000万呢？唱戏都不唱全，真没意思。我说你，爸，别生气，我们走。怎么办？金线断了，怎么办？你们一家给我站住！你又干什么？你们把我的玩具给弄坏了，赶紧给我赔钱！阿姨，你没看错吧？我们连动都没动，怎么可能会是我们弄坏的吗？怎么不是你？我亲眼看见的。要不是你碰，我们机械才断的，还敢给我狡辩？哼，我儿子狡辩，明明是你自己不小心给弄坏的，现在栽到我们一家头上，你以为大家的眼睛是瞎的吗？这位先生，我看你也是文质彬彬，怎么就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呢？说的话做的事和你的形象半点不符。就是这一家看起来穿的体面，办的事是半点不体面。商场这么多人，如果不是他们一家弄坏的，服务员干嘛揪着他们一家不放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熊呀太贵了，他们这一家呀是想要赖账呢。区区一个熊而已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但是没做过就是没做过，我不会为我自己没做过的事而买单。不买，你们就别想走。我也不让你们把整个熊买下来，把这个断的线买下来，10万也差不多了。你还想让我拿10万？我1分都不会给你。你们的主管呢？叫他出来，我倒要好好问问他是怎么管理的这商场。就你什么身份了？你想见我们主管？你要知道，是你们把我们的玩具给弄坏了，我们主管出来，你只会赔的更多。是吗？那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让我赔的更多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们这儿可是大夏排名第1的商场，是首富大人投资的商场，我们的法务当然也是大夏第1法务部了。怎么让你们赔的更多？脚趾头想想，你们知道。玩具不是我弄坏的，所以我不怕。既然这样，就叫你们法务部出来吧。你简直冥顽不灵！既然你赶着送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喂，主管，我这里有人闹事，您赶紧过来呀！哎，等着吧，看你们等会儿怎么赔的倾家荡产。好，我等着。爸爸，晨晨，不用担心，爸爸会处理好的。怎么回事？主管，你可算来了！就是他们把我们镇店之宝给弄坏了，还死不承认。那可是价值1000万的镇店之宝呀！你可千万别让他们走。就是你弄坏了我们商场的财物。不是我。不是你是谁？这所有人都能作证，就是你。那你指给我看，看看谁敢说他是亲眼看到的。我不知道啊，我就是来看戏的。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也没看见，我可做不了证。他这主管，你千万别信他们，你要相信我呀。您是首富大人？是又怎么样？您是首富大人，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玩具损坏而不承认呢？肯定是他诬陷你。我诬陷首富大人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不知道他是首富大人。首富大人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小心把机线弄断了，我对不起，才诬陷给您的。首富大人，都是我的私德，才让这个不长眼的东西冤枉了你，我给你请罪。请罪？你早就该请罪了。好好的一个商场，就因为这一颗老鼠屎搞得乌烟瘴气。是，都是我的错。这个服务员这么跋扈，这客户还以为我们整个服务系统的人员都这样的，赶紧把他开除。首富夫人，我求你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就算你以后不敢了又怎么样？客户你已经得罪了呀，难怪商场现在业绩越来越差，
原来都是你这种人捣的鬼。夫人，我还有孩子要养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，求求你不要把我辞退好不好？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对待客户之前想想自己的孩子，也干不出这种事儿。别在这窝了，赶紧给我滚！主管，你别赶我走啊！你给我求求情啊，主管！求情求什么情？得罪的可是首富大人，自己也不看看，这怎么不长眼？感觉得罪首富大人呢？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少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让开！别再吓着少爷！那我怎么办呀？爸爸，咱还是原谅这个阿姨吧。为什么呀，陈真？因为她是害怕赔这么多钱才撒谎的，咱就原谅她了吧。可他的确做错了事情。你们不是说过吗？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他只要知道错误，改了不就行了？是啊，爸爸，人人都有变得更好的权利。我们这次就给阿姨一次机会吧。首富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求你原谅我这一次吧。爸爸，好吧，反正你以后呢也要学会管理于氏集团。既然今天你想做决定，那爸爸答应。谢谢爸爸，谢谢首富大人，谢谢首富大人。首富大人，您今天刚刚来，要不我带您四处转转？不用了，我现在已经了解了整个商场的运营情况，回去给我好好整顿一下。以后我和我儿子会随时过来监督。一定整改，一定整改。走吧，我们接着逛。首富大人慢走。真真，今天在商场呢，咱们不开心，待会儿咱们去开心的地方，游乐场好不好？好，我早就想去游乐场玩了。那好，那咱们一家子呀到游乐场一直玩到开心为止才回家。好，走，走吧。